离婚离了5年，但是我这个店的话开了只有3年。它的协议也挺好，一场美丽的邂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哥。现在我在武汉的北湖路这边有名的一条夜市，以前的是，现在好像已经荒废掉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去的这家店有点特别，老板是一个单身的漂亮美女，据说是3年之前开了这家店，邂逅应该是主打一些螃蟹、小龙虾、海鲜什么的吧。走，今天我们去看看。听说这个你家做那个海鲜，那个蟹钳做的不错，我给你过来尝一下。对，我们家招牌是蟹钳，还有蟹。招牌蟹钳是吧？对。是一锅吗还是什么？这个蟹钳的话，它是2份，大份、小份。如果像人少的话，可以点个小份；人多的话，就建议来个大份。蟹的话就是一锅，吃完还可以加个热面在里面一煮，那可以啊。特别好吃。那给我们来一份蟹钳吧。好嘞，好嘞。这个是什么？鱼儿汤。鱼儿汤。对。这个是来我们家每一位顾客都会每人赠送1份甜品。哦，赠送的是吧？对，赠送的。然后我们每天甜品都在换。还是不同的。对，每天是不同的品种。啊，那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。帅哥，你们经常过来吃的吗？来了有，这家店已经来了有3年了。吃了3年了已经。对，不管就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一个深夜食堂吧。喜欢它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他们家的，比如说我们的蟹钳招牌菜，我们的掌中宝，然后像我们的香辣蟹啊，像我们现在的，比如说这一个季节的小龙虾，都做得非常好。这也是我们专门逛了1天，还是晚上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。真的是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你跟我说你们是研究一次一次，然后听人家顾客就是一次一次的反馈。当时我是结了婚以后开这个店，然后这个店其实我当时是没有钱，是朋友们给我帮忙，都借了钱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所以说很多的话我是没有做过厨师的，然后我就去我朋友那学一个星，然后我就自己回来，我就开了这个店，我自己上厨炒。你说你开这个店的时候就是离了婚之后开的是吧？对，我是离了婚之后开的这个店。几年了呀？我离婚离了5年，但是我这个店的话开了只有3年。当时确实是挺难的，因为我这个店从装修、选址，然后到菜的一个定位，然后什么菜全部都是我自己弄的。然后刚开始开的时候其实也压力挺大，因为我没有做过厨师，然后炒的菜的就是不是很稳定。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天天自己在家炒，然后自己尝我在那倒。就这样一点一点念出来，因为你要所有人保证你的出品每个菜都是一个味道，不能说你这个味那个味。是的，对，你要把自己生意做死了。我是只能是全力以赴把它做好，没有退路是吧？对，我没有退路，只能说是只能把它做好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所以说当时肯定就特别用心。我觉得你真正的去用心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是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最难的时候还是我炒菜。因为当我做了3个月以后，然后我这边前面也要人，后面我炒菜，其实那个时候最难。我前面找了一个阿姨跟我点菜，但是买单别人不会，年龄大了，我就前面买单，然后还要炒菜，然后还有再加外卖送外卖，还送外卖，这个就是我差不多也是我最难的。冒昧的问一句，现在有另一半人吗？没有。那说不定今天这个视频给你发出去，可能就会有人慕名而来了。可以。那么能干、那么漂亮的一个老板娘，我也想，我也愿意。这个什么菜？这个是我们家的麻辣虾球。麻辣虾球，好大一盘的那个。它麻味不是很重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套麻辣的那种，就是刚刚好感觉味道。我觉得它这个麻辣是辣嘴不辣心，有的是吃了到心里边的时候蛮难受，但是你这个是嘴巴很过瘾，但是到心里面一点都不难受。这个虾球里面有酱是吧？对，因为它是用我们酱是我们自己熬制的酱，自己熬制的秘方酱。是你熬制的，是你研究出来的？不同的菜用不同的酱，对，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酱的话都是自己熬制的，有很多种调料，但是里面的配方有很多种。因为我们那个酱的主要用的是采用的三文鱼，因为它又很鲜。虾球它很新鲜，然后肉质也很饱满。连吃2个之后啊，大肉就来了。
还能感觉它辣的比较舒服，然后后边接着有一点有麻味儿。有没有大虾？这个分量是很常规的，一锅是198，然后我们这个菜是789，然后它的那个分量是3斤3斤虾子。对。虾子的肉很有弹性，这一吃就新鲜的。这个菜挺有意思，脆椒掌中宝应该是。这种蟹钳是吧？对，这是家招牌蟹钳。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掌中宝？好香啊！辣椒。它辣椒不辣。你看招牌蟹钳，好大蟹钳啊！蟹钳那里边的肉，比我之前平时吃的蟹钳那个肉一大片，你看到没有？几个菜虽然都是辣的啊，但是每个辣味是不一样的，各有各的特色的一个菜。这个就是你们那个，就是说你那个秘方炒的蟹钳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确实很有特色，很有特色。就是当时你们起这个店名字的时候，为什么叫邂逅啊？邂逅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家主要是以蟹钳蟹为主，然后我是个女嘛，所以就叫邂逅。然后它的谐音也挺好，非常美丽的邂逅。哦，这个名字就这样由来的。对，那是的。今天可能是周末的原因，客人来的都比较晚。等我们走的时候，客人都已经坐满了。感觉来这的客人和老板都比较熟悉，应该都是回头客吧。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也希望这位能干、温柔又漂亮的老板，在这里能邂逅到自己的另一半。